比特币的空单要继续持有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目前我在 Bybit 上面依然持有我之前所开的那张比特币的空单。那目前呢，比特币跟以太坊总和持有大约30万美金价值的空单。那如果就利润来看的话，大约是7000美金左右，依然在浮动。那目前我个人是没有平仓的打算的，我依然会继续持有。我在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会很明确、很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会持有到什么时候，我预期产生什么样的行情，以及如果没有发生的话，我会在什么时候出场掉。那如果你也对这个收益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下方的 Bybit 或 Bitget 的链接，一起加入合约交易。Bybit 只要是新用户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走。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不用入金也不用交易，就会送你20美金的体验金，再加上5到30美金价值的数字货币盲盒。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日线盘面上吧。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日线上其实做交易不外乎就是抓趋势嘛，或者对我们趋势交易者来说呢，尊重趋势、追随趋势、抓趋势，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辨别趋势的方法有很多。最简单的呢，就是从均线上判断，因为均线呢，它是最客观的，一打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且所有人打开看到的都是同一种结果。在日线的均线上呢，我们操作的策略就是，当均线是在走多头的时候呢，我们尝试逢低做多，或者说均线走多头的时候，我们找的是多头的入场的机会。那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在多头走势当中呢，找多头入场的机会在前一段就可以赚得很满。当然我们现在走的是空头嘛，所以我个人呢找的就是空单的机会。当然了，第一次转成空头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抓不住，但没关系。通常跌得最猛烈的呢，都是反弹之后的第二波下跌，通常都不是第一波下跌跌得最猛烈。这个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很多次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那其实最显著的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在519那一次你可以看我们第一波的下跌，它跌的猛烈没错，但是反弹过后的第二波下跌呢，它才是最值得我们把握的。当时也是519事件嘛。那从日线来看呢，我们走成空头，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逢高做空，逢高做空。那我在前几天呢，是在27300美金的这个位置呢，去挂了一张空单一直持有到现在。那有做了小小的加仓。那我什么时候会改变这个空头的观点呢？或者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我们还不跌破25000持续到什么时间，我就会把我的空单给离场了。其实这张单子它已经不可能止损了，因为是开在27000左右嘛。那27000的位置呢，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去做防守的。当然了，我开这张空单，我绝对不仅仅只是想吃这一小段的下跌，我想吃的是它下破25000之后产生的这波大行情。而且呢，我有加仓的考虑，只要比特币它的行情呢确认跌破了25000或者说跌破25000的几率大大增加的时候呢，我就会把我的空单再次加仓，而且这次加仓呢会直接加的比较大现在我们是持有大约30万美金的仓位价值嘛，那我个人会希望呢开到60-70万美金，当然是比我们在牛市的时候做的要来的更小，但是开到60-70万美金的空单呢，在熊市当中，然后吃一波利润，我个人也会是非常满意的，又为我牛市的下一波牛市的抄底资金呢，又有新的资金进来。那我会认为呢，如果跌破我们这个前低点大约在24750美金左右的位置吧，这个地方呢，它是很标志性的，就只要这个地方被破，那我们25000的支撑呢就可以确认破了，那这个也会是一个加仓点或者是我们震荡的产生的前低或者说我们箱体的下缘，我认为这都是一个不错的加仓点位。那现在我个人对于当前持有的仓位呢，就是可以让我保持心态是在比较健康的情况之下的仓位当然也不要过度的把仓位加大，很有可能会造成心态不良，或者说小小的波动，你可能就很害怕就出场了。那我们在上方呢，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54、55天的拍法。如果说我们在下方也走出了54、55天，我们还没有下破，其实这里有个很明确的时间点就在10月12号，
10月12号之前如果没有下破，没关系，我们抓宽松一点，我们抓10月中，10月15号。如果10月15号之前还没有下破的话，那我就会认为呢，行情已经渐渐不利于空头了。因为空头如果要下破的话呢，它不需要震荡这么久啊，震荡这么久只是给别人解套的机会而已，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啊，如果说要上破，它就应该直接破，它不应该震荡了这么久还没有破。那第二次冲锋也是一样，我们要破的话呢，我们真的不应该震荡这么久，尤其我们在多头走势当中呢，通常这种震荡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通常都是直接走回调，而且呢，10月中旬它刚好呢又跟我们下一次比特币 ETF 它的deadline， 也就是结果发布的时间呢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可能产生变盘。你可以发现比如说贝莱德、BlackRock 还有 Bitwise， 或者说等等一系列申请比特币现货 ETF 的这些公司呢，他们的第二个 deadline， 当然第一个 deadline 已经过了。那9月2号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发生什么行情吗？当时9月2号的时候呢，在这个位置，比特币它也是因应的消息面有了一波行情。那如果说我们到了10月中第二次的期限到了之后，又有一些新的消息面宣布，它有可能就改变这个盘面了。那我们要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也就是现在一直到10月中旬之前呢，一定得下破。如果没有下破的话，我这张空单呢，我就会把它给离场走人不管到时候利润怎么样，只要它到10月中旬还没有下破25000，这张空单呢，我就会找一个好的位置，直接就出场掉了。因为我认为时效性已经过了，下跌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从4小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昨天有很明确的讲到了，我们极有可能在26000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个小反弹当然，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在 VPVR 来看呢，26000这个位置它大约是我们的 POC 位，红色的位置嘛，它产生反弹很合乎常理，或者说会有人看着这个指标这种分析方式去抄底，或者是我们可以画一下它在618的这个位置也是非常接近那就会有人提早抄底，或者说看着这个信号去抄底，就会产生一定的反弹那我们有很明确的提到，在昨天下跌的时候呢，到了26000是不应该加仓的，我们在昨天都有很详细的影片说明。那其实我们在今天呢，我们有看到一点多空的博弈比如说我们反弹的这个位置大约在$26,400嘛，这个地方呢，它或许是一个值得加仓的位置，或者是说呢，我个人是有在$26,700、$26,800这个位置去加仓就是我们回测上面的阻力不过嘛，回测上面的阻力不过，就是一个好的加仓点那为什么我们回测到$26,400的时候它过不了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上方这个位置它就是派发的位置嘛，或者说有人在这个地方开了多单，那主力怎么可能去让他们解套？不会让他们解套的。所以我们一到了箱体的下缘之后呢，有人被套住的地方的下缘，我们就会回来，或者说有人他会提前解套了，他就想说亏了一点也没关系，那行情呢就会拐头。所以当我们产生这个测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证实我们在上方的这个震荡区呢，加仓的策略是对的。如果说我们又重新站回去了，那我们加仓的这一部分呢，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区域加仓的部分呢，就可以先走人了，因为就代表这个地方不安全那其实同理可证如果我们的价格呢测试到$26,800不过那没关系。但如果说测试的时候它又回到$26,800之上那就表示我们在这上方所开的仓位呢，它也会逐渐的陷入风险之中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